同一批 AI 明星股，一个星期之内暴跌、暴涨、回吐再急跌。韩国股市先是触发熔断， SK 海力士单日暴跌超过 15%， 隔天美股 ADR 又暴涨 27%， 但很快又回吐 9%。 到了7月16日，韩国央行宣布加息，3年半以来第一次韩股应声再度急跌，盘中又一次触发交易管制，三星和 SK 海力士再次成为下跌核心。一星期内从恐慌到狂热，再回到恐慌，但同一个星期有一个画面完全相反，港股不声不响连升4日，腾讯、美团这些权重股还带头上涨，一边是韩股坐过山车，一边是港股静静向上。这个分化就是今天整支影片真正要讲的事，这就不是普通波动，而是高预期交易开始重新定价，先查价格，再拆杠杆，最后重新分辨谁是真公司，谁只是故事。很多人一看到韩股崩盘，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买韩股。接着我今天还会讲到港股，但就算你没有买港股，这支影片真正想教你的也不是追某一个市场的升跌，而是一套逆向筛选方法。在市场恐慌、价格被压低的时候，用好价格，找到真正优秀、未来有机会成为10倍股的公司。这套方法不只用在韩股，也不只用在港股，你学会之后放到任何股票市场都能提升自己的投资判断。所以我邀请大家看到最后，今天一定能收获满满的干货与价值。我是 Chief Pub 张志云，投资超过34年，我是一个逆向的价值投资者。所谓逆向，就是跟大众反着走。别人贪婪追高的时候我谨慎，别人恐慌跌到不敢买的时候，我反而去捡那些被市场错杀的好公司、好价钱。因为最被误解、最没人敢碰的地方，往往就藏着下一只10倍股。我不报名牌，我教你自己算得出、看得懂，因为我是真心想你靠自己的判断赚到钱，少走冤枉路。如果你想抓短线买卖点，我们 Rich 那条美股线会更适合你。如果你想学会分辨好生意、好价格，这条线就是为你准备的。上一集我们拆过韩国 AI 泡沫这条资金链，这一集我们往前走一步，用三星和韩国杠杆盘做例子，看 AI 热潮退潮后，市场如何重新分辨好公司和坏故事。这场过山车其实是从一张漂亮成绩表开始的。三星公布第二季营业利润，预计接近去年同期19倍，这么好的业绩，股价反而跌了超过 6%， 这就是第一个讯号，好业绩不一定撑得起高预期。原因不在于三星突然变差，而在于市场之前已经把很多好消息买进了股价里。AI 记忆体需求强，晶片价格上升，利润大幅反弹，这些故事在业绩公布之前已经被市场预期过一次，所以成绩表出来那一刻，市场看的重点变成惊喜程度。结果很好，但惊喜不够，股价就回落。这就是 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消息出来之前，市场买的是故事，消息真的公布之后，资金开始检查价格，这一跌底层逻辑就是预期差。这件事历史上反复出现，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之后的港股科技，腾讯、阿里、美团不是一夜之间没有用户、没有现金流，但监管、利率和风险偏好一起变，整个板块被重新定价，好公司和坏公司短期都被打折。再看远一点的2000年科网泡沫，讲两个真实名字，大家会更有感觉。泡沫最顶的时候，思科是全世界最被看好的公司之一，生意是真的，方向也是对的。互联网后来确实改变了世界，但如果你在2000年的最高点买入思科，要一直等到2026年2月，足足26年，股价才第一次返回当年的高位。同一场泡沫里的亚马逊爆破的时候，股价最多跌了 95%， 全世界都觉得它快要倒闭，但它的生意没有被永久破坏，挨过低谷之后，从低位计算升了几百倍。这就是同一场泡沫的两个不同结局，一个是好公司买贵了，用了1/4个世纪来还，一个是好公司被杀到超卖，变成一代人的机会。这两种结局的核心是你买入那一刻的价格和公司本身的基本面。
所以下次见到大跌，先不要急着问还会不会跌，先想清楚这家公司更像高位的思科还是低位的亚马逊。一句话总结，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好趋势不等于好价格。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很难。很多人看到一间公司很出名，就自然觉得股票值得买，看到一个主题很热，就自然觉得未来一定很大。但投资最后买的是一门生意在某一个价格下的回报，生意好，价格太贵，你的回报会被吃掉，生意普通，价格再低也很难变成真正的10倍股。逆向投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市场情绪把好公司压到合理甚至便宜的位置，提前做好准备和研究，知道值不值得真正买入。这正是10倍股公益课想帮大家建立的第一个观念，先看生意，再看价格。刚才我们看到三星这一跌，核心是预期差，好消息已经打进价格里，市场开始挑剔价格。接下来看第二个讯号，仓位差。韩国杠杆盘提醒我们，当太多人站在同一边，股价跌起来会更快更狠。韩国 AI 晶片股这一波上升，基本面是一部分，短线资金、散户交易、杠杆 ETF 也是一部分。上升的时候，杠杆像顺风帆，让船走得更快；下跌的时候，杠杆就变成石头，拖着船往下沉。周一的熔断就是最新鲜的例子。7月以来，韩国因保证金不足被强制平仓的金额累计已经超过4200亿韩元。SK 海力士的 ADR 上星期才风光上市，本地股票周一就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当一个交易太挤，卖压来的时候会非常快，而且不会先问你这家公司好不好，补不上保证金，基金要降风险，杠杆 ETF 被动调仓，往往会抛售流动性最好的股票，所以龙头公司短时间也会跌得很难看。你可以把杠杆想象成一条橡皮筋，上升时它把回报拉长，看起来很刺激，但拉得越紧，一旦方向反过来，弹回来也越痛。这里用一个简单数字感受一下杠杆的威力。假设你买的是2倍杠杆产品，指数跌 15%， 你的持仓就跌 30%， 而跌了 30% 之后，要升 43% 才能返回原点。更麻烦的是，这类产品每天重新平衡，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就算指数最后回到原位，杠杆产品的净值也可能已经磨损了一截。所以每次急跌，杠杆盘通常跌得最狠，也最容易被迫卖出。刚才说过，这一波上升里本来就有散户和杠杆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在韩国特别重。2026年，杠杆 ETF 的规模一直在膨胀。就在熔断这个星期，美国刚上市了追踪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的2倍杠杆 ETF。市场好的时候，有一群人用2倍速度赚钱，市场一转向，同一群人就要用2倍速度离场，所以韩股这一次的波动才会如此极端。你看到的表面是消息，背后是杠杆结构把波动放大。更值得留意的是，韩国监管和大型资管机构已经开始讨论单股杠杆 ETF 的风险安排。当一个交易热到需要监管提醒，它已经带有市场结构风险。而到了7月16日，又多了一个新变数，韩国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是3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暗示未来可能继续收紧。对一个杠杆这么重的市场，加息代表借钱的成本上升，流动性开始收紧。所以你可以这样数，估值贵是第一层风险，杠杆堆上去是第2层，资金成本上升是第3层，3层叠在一起，你就明白为什么韩股的波动会放大到这个程度。第1层让股价跌，第2层让股价跌得更急，第3层让反弹也变得更吃力。逆向投资者看到大跌，第一步先稳住情绪，再分清楚卖压来源，生意变差还是资金被迫离场。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留意到整个星期最有趣的画面，韩股坐过山车，美股半导体反复受压，港股却连升4日，腾讯、美团这些权重股还带头上涨，这不是巧合。
当市场开始重新审视每一类资产的价格，资金会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样的 AI 故事，同样的科技生意，我为什么要用最贵的价格、最挤的仓位，而且现在还要加上升息的环境去持有？于是你看到贵的、杠杆重的地方被卖出，而估值相对便宜，之前长期被冷落的地方开始有资金入场寻宝。港股这几天的上升背后就有这一层逻辑，相对价格吸引，对逆向价值投资者来说，这正是最应该打起精神的时刻。市场重新分辨好坏，资金重新配置的阶段，往往就是寻找10倍股最关键、最合适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好公司才会出现好价格，而且开始有资金认同这个价格。但我要马上补一句，寻宝不等于闭着眼睛买。2021年港股科技被整体重新定价之前，同样没有人提前收到通知。韩国这几天等于免费帮你做了一次沙盘推演。当卖压真的来到，好公司和坏公司会先被一起压低。当资金回流，真公司和好故事也会先被一起抬高。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分辨你买的是被错杀的宝，还是价值陷阱？原因很简单，卖压和买盘都不一定来自公司基本面，它可能来自风控，来自 ETF， 来自资金要离开或涌入同一个主题。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一个水果篮，热潮来的时候，资金把整个篮子抬高，记忆体、半导体、GPU、伺服器、数据中心、电力、云服务、AI 应用，只要看起来和 AI 有关，都给更高估值。情绪转弱时，资金往往先把整个篮子压下来，等市场冷静后，才重新分清楚谁真的赚钱，谁只是讲故事。港股又有一个特点，很多资金透过 ETF、基金、指数产品进出，这些资金要调整科技股比重时，买卖动作按指数比例执行，不会逐只股票慢慢研究，而且市场情绪会互相传染。韩国半导体急跌，美股半导体震荡，投资者很自然会重新看整个 AI 估值。到港股时，资金未必先问每一间公司的生意有没有变差，往往先问同一个主题还要不要降温。很多人做错决定就是输在这个时间差。第一波下跌时，看到好公司也跌，就慌忙卖出，等市场重新分好坏，好公司可能已经从低位反弹。另一些人看到跌了就急着冲进去，结果买到基本面真的变差的公司。这两种错，一个太怕，一个太急，背后是同一个问题，没有判断框架。巴菲特有句很有名的话，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今天 AI 交易开始降温，我们当然要看谁在裸泳，但逆向投资者还要多看一层。潮水退去之后，有些好公司只是被浪一起打低了价格，所以接下来先放下明天升跌，真正要做的是把同一个 AI 主题里的公司分层之后，才知道谁有机会被错杀，谁只是从很贵变成没那么贵。分层可以分得很简单，第一层是卖产的晶片、记忆体、伺服器，吃的是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第二层是建路的云和数据中心，前期大量烧钱，后期慢慢收租。第三层是用工具的平台和应用， AI 帮他们省成本赚更多。第四层是供电工地的电力和基建，退潮的时候最先被质疑的通常是估值最高、预期最满的那一层，而现金流最稳， AI 只是锦上添花的那一层。往往跌得最冤枉、被错杀的好公司最常出现的位置就在这里。之后你看到任何一间公司说自己是 AI 概念，先问他坐在哪一层，赚的是谁的钱，你已经赢过大部分人。接下来我们就用港股做一次示范。如果你想在这个位置寻宝，第一步不是看新闻，是验货。你未必买韩股，也可能暂时没有买港股，但你一定会遇到同一类问题。热门主题退潮时，手上的股票到底是被情绪拖低，还是生意真的变差？资金涌入时，眼前的上升到底是价值被重新发现，还是故事又被吹起来？真正的答案要靠验货找出来。最简单的验货方法就是看3张表，收入、利润、现金流。先看收入， AI 要真正变成生意，
最好能重复收费。新闻和概念只能带来关注，客户持续付钱才是收入质量。收入这一关，重点是真实和持续。一家公司说自己有 AI 产品，市场会兴奋，但你要看客户是不是真的付钱，付的是一次性项目，还是每年每月都会续费。一次性的收入可以让一季数字好看，持续收入才可能撑起长期估值。普通散户最容易被新闻标题吸引，看到合作、发布会、订单传闻就追进去，生意人的眼光会再多走一步。这些热闹最后能不能变成稳定收入？再看利润。AI 要改善毛利率，公司投入更多研发、行销和补贴，收入升了，利润却更薄，这种生意质量就要打折。利润这一关是看公司有没有真正的议价能力，有些公司收入增长很快，背后靠的是补贴、烧钱、低价抢客，这种增长看起来很漂亮，股价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市场奖励，但一旦资金开始查价格，利润表就会露出真相。真正好的生意规模做大之后，成本应该被摊薄，毛利率和经营效率要有改善，收入上升，利润跟不上，投资者就要小心，这可能只是热闹，护城河还不够深。最后看现金流，收入和利润都可以很漂亮，但公司最后要拿得出现金。很多概念股表面增长很快，实际上一直烧钱，自由现金流长期出不来，故事再好也撑不起长期估值。现金流这一关最能防止你买到价值陷阱。会计利润可以受很多因素影响，应收账款可以把收入提前放进报表，资本开支也可能把压力留到后面，但现金流比较老实，钱有没有真的回到公司手上，公司能不能靠自己产生现金，低谷时能不能不用一直向市场伸手要钱，这些都会反映在现金流里。你想找长期优秀公司，故事要看，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更要看。如果你说我不会看财报，有没有更简单的起点？有，打开任何一个行情软件，先看3个数，收入增长、毛利率趋势、自由现金流，3个都及格，才值得你花时间深入研究。3个里面有2个不及格，故事再热都先放到一边。这1分钟的筛选已经可以帮你避开大部分价值陷阱。举个例子对照一下，同样说自己受惠 AI， 一间公司收入在升，毛利率在升，自由现金流是正数，另一间收入也在升，但毛利率一直跌，现金流一直是负数。第一间值得你花1个晚上研究，第二间就算股价跌了一半，也先放进观察名单就好。把这3张表放到港股，不同类型的公司检查重点会不一样。平台科技公司看 AI 对广告、电商、内容推荐和游戏营运效率的帮助。AI 如果只是口号，没有改善变现效率，价值就有限。云服务公司要看 AI 需求有没有变成真实云收入，因为资本开支不能永远跑在回报前面。硬件供应链要看真订单和议价能力，电力和数据中心看回报周期、负债和现金流承受能力。这些行业看起来都受惠于 AI， 但每一类公司的风险不一样，不能用同一把尺量完。真正好的公司不怕你用这些问题去检查，怕检查的通常只是故事太薄。这些标准听起来很基本，但市场越热，越多人忘记基本。股价、新闻、投行、标题都会影响情绪，最后仍然要回到收入、利润、现金流。看完3张表，再看一条完整顺序。AI 已经带来收入，利润和现金流正在改善，护城河守得住，估值也留出了安全边际。这几点站得住，才去判断这次下跌是公司变差还是市场情绪。这条顺序看不清楚，就不要急着说它便宜。这条顺序再往下走就是3关，公司没有被永久破坏，价格已经有安全边际，你有耐心等市场重新分辨。公司没有被永久破坏，意思是需求没有消失，客户仍然愿意付钱，商业模式继续运作，管理层有能力熬过低谷。安全边际是用比较保守的假设去算，价格仍然有吸引力。很多人买入前脑里装的都是最好情况， AI 需求继续爆，收入继续升，估值很快修复。逆向投资要倒过来想，
用比较保守的情景去算，收入增长慢一点，毛利率低一点，市场给的估值低一点，价格仍然有吸引力，这才叫安全边际。最后是耐心，市场重新分辨好坏需要时间，你买入之后，它可以再跌，可以横行，可以很久没人理，没有耐心，就算你买到好公司，也很容易在黎明前卖掉。很多真正的大赢家最初看起来都不舒服，市场不喜欢他，新闻不帮他说话，股价也未必立刻反弹。但如果生意没有坏，价格够低，时间又站在你这边，后面一旦盈利，现金流和市场信心一起修复，回报才有机会被拉长。普通捞底容易停在跌了多少，10倍股思维要再多看一层，好生意有没有被错杀放在便宜价格里，找10倍股要找好公司，也要有好价格，更要有时间和耐心。这3关过不了，就不要急着说它便宜。股票跌了不一定叫打折，有些是商场清仓，有些是房屋结构出了问题。逆向投资者看到红色减价牌，第一步是先验房，不要冲进去。邓普顿说过，最好的买入机会往往出现在最大悲观的时候，但悲观只是环境，价值才是理由。没有价值，悲观就是陷阱，有价值再加上安全边际，悲观才可能变成机会。所以最大悲观只是起点，真正让你敢买敢等的是生意、价格和安全边际都算得清楚。今天市场每天都有新闻，三星业绩、SK 海力士、ADR、韩国垄断背后的杠杆盘，韩国加息，港股连升4日，一天可以有很多条。新闻越多，普通投资者越容易迷路。韩股一跌，很多人马上觉得 AI 完了，港股一升，又有人觉得所有股票都会继续涨。这些判断都太快，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看到一只好公司跌了很多，以为便宜，买进去之后越跌越多，后来才发现基本面真的坏了。又或者看到一个热门主题很火，觉得不能错过，结果买在故事最热、估值最贵的时候。出错的原因通常不在新闻多少，也不在股票号码多少，关键是判断顺序不稳，公司质量、价格、位置、下跌原因，这3层看清楚，才不容易把机会当风险，也不会把风险当机会。这正是10倍股公益课想帮大家建立的底层能力。股票表面是一个号码，背后是一门生意。真正的10倍股也不是靠追热点追出来，而是在市场情绪很差、价格很低的时候，分辨出真正优秀的公司。如果你手上正持有港股科技，或者正想趁这几天入场，先做一个简单判断，这只股票最近的升跌是跟着主题走，还是自己的生意变了？最近一份业绩里，收入、利润和现金流有没有过关？你认为有安全边际的价格在哪里？这几件事想清楚，你看市场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有了自己的标准，不再需要靠新闻给你勇气。如果你不想再被新闻牵着走，也不想每次市场一跌就只剩下恐慌和冲动，我建议你先报名免费60分钟10倍股公益课。这堂课不报名牌，重点是帮你建立一套逆向投资思维，让你用自己的判断慢慢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今天整支影片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张纸。第一步，升跌先问原因，是主题资金进出还是生意变了？第二步，用3张表验货，收入要真实持续，利润要有溢价能力，现金流要自己养活自己。第3步，过3关，生意没有被永久破坏，价格有安全边际，自己有耐心。第4步，记住被错杀的好公司最常出现在被主题拖低但现金流健康的那一层。4步走完，你才有资格说那2个字便宜。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资金开始重新配置，港股里你最关心哪一类？平台科技、AI 应用、云服务、半导体硬件，还是电力和数据中心供应链？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一集就从大家最关心的方向继续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想教你的不是报名牌，而是自己看得懂生意、算得出价格的判断力，让你靠自己的判断做决定，
少走冤枉路。今天内容只做教育分享，不构成任何个人化投资建议。每个人的资金、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都不同，做决定前一定要自己研究清楚。我们下期再见。